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吐司面包。这款面包的特点呢，第一，做法超级简单；第二呢，一次发酵节约时间；第三，我们手不沾面，不用面板，更不用整形，烤出来的面包相当蓬松，真香，真好吃。清早一出门，看见个大美人儿啊，绣花的小棉袄，得体又合身儿啊，瓜子脸，双眼皮儿，粉面桃花，红嘴唇啊，千里一晃柳腰身儿，妩媚又动人儿啊。清早一出门，看见个大美人儿啊，绣花的小棉袄，得体又合身儿啊，瓜子脸，双眼皮儿，粉面桃花，红嘴唇啊，千里一晃柳腰身儿，妩媚又动人儿啊。我今天早上自己做了2个大美人，2个吐司面包，真香，真好吃，哈哈哈。首先量取300毫升鲜牛奶，加进40克白糖，10克酵母，10克盐，4克食用碱，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，放到一旁让它溶解，然后在900克高筋面粉当中打入4颗鸡蛋，先用筷子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酵母也化开了，稍微搅拌一下以后，将混合液倒入高筋面粉当中，然后再在量杯中加入220毫升鲜牛奶，冲刷一下粘附在量杯上的酵母，以免造成浪费。搅拌一下以后，也倒入刚才的高筋面粉当中。因为液体的量比较大，我们用硅胶铲充分搅拌均匀。之后加入60克菜籽油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均匀。然后盖上盖，下面开始醒面20分钟。利用醒面的这段时间，我们首先来准备模具。在2个450克的吐司模具当中涂上一层菜籽油，这样呢有利于脱模。然后取出面团，用硅胶铲稍微搅拌以后，直接将面团倒入2个模具里边。
然后用电子秤称一下重量，然后进行调整，使2个吐司盒里边的面团的重量大体相等。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油，锁止水分。最后呢，盖上保鲜膜，进行1次发酵。在1次发酵完成之后，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90度预热5分钟。在烤盘上铺一层餐巾纸，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搬运过程当中模具打滑。这是在室温23度的厨房里边发酵了2个小时的面团的形状，体积明显比以前变大了2倍。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油，一呢是锁住水分，二呢能够使烤出来的面包的颜色更好。在模具的表面铺一层锡纸，目的是为了防止面包的表面烤得过焦。在完成烤制10分钟前，我们会把锡纸先取出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预热烤箱也完成了。把烤盘放入烤箱，下面开始烤制面包。170度烤制40分钟。在烤制完成前10分钟，取出锡纸。然后盖上盖，再继续烤10分钟。到点了，面包烤好了，厨房满满的面包的香味儿。用面包刀轻轻地在模具的周围划一划。然后将模具反过来，就很容易脱模了，因为我们在准备模具的时候，里边刷了一层油。这口面包除了不花时间以外，最大的特点呢是特别蓬松，特别香，吃到嘴里的口感和别的面包不一样，你不妨一试。来看看，面包烤好了，吐司面包烤好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厨房满满的牛奶面包的香味儿，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。你看这面包呢，相当蓬松，按下去弹回来，按下去弹回来，真是蓬松。你听外表特别脆，外皮酥脆酥脆的，内饰呢真是流软流软的，小麦的香味加上牛奶的香味，在嘴里回味。哇，如果中午带饭或者烤面包，或者饿了吃这一个烤面包，真是太棒了。真好，满满的牛奶的香味。太棒了！你看这个内饰呢，并且特别软，像棉花一样软。太棒了！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做法呢超级简单，一次发酵，不用揉面，也不用整形。发酵完了以后直接烤，
所以呢，相当简单，相当节约时间，并且呢这么蓬松，就着菜吃也好，就是不就菜，一会儿一颗面包也就下肚了，真好吃。好，来，请你吃吐司面包。不好意思，总是我吃你看。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